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呢，稍微有一点点特殊啊。今天这一期视频带来2台机器。首先今天的这个主角，那么就是这个体积也比较大的，可以说是最近的一台高端真相机吧，1+7 Pro。另外这台呢是我们之前就非常关注的一台入门级的一个小手机，就是三星专门为国内市场推出的一个 A60 元气版，这个在入门市场里面还是非常热的一台机器。OK， 那咱们就废话不多说，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2台机器。先来看一下1+7 Pro。多说一句，1+7 Pro 呢，这台机器我们已经在现场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前方上手体验了。我们把这期视频放出来，大家可以去我们频道里边去看一下。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做一个稍微深入一些的上手。OK， 不客观正题，小白测评马上开始。OK，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家伙最近非常热的1+7 Pro。这盒子是非常非常大，这是一个体验的套装，下面是1+，然后它上面是一个这个什么？哦，我的86，咚咚咚咚，哎，这边呢是它这次刚刚发布的这个云耳2耳机车充。当当当当，1+7 Pro 手机。OK，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2个配件。首先是这次发布的这个云耳这个耳机，这个耳机呢，上一代的口碑在一众机友里边表现是非常不错，很多人都跟我安利这个耳机，一个中文一个中文一个中文一个英文。2个相关的一些替换的这个耳帽，包装上基本差不多，也是有一个这样的橡胶的一个套而且呢，它中间呢也设置了一个磁吸的，就是这个耳机呢质感一上手摸着这个线材的感觉挺高级的但是呢，这次这个耳机也不便宜，5599的一个售价，对于一个什么功能都没有，就是一个单纯的运动蓝牙耳机来说呢。599这个价格确实算是比较贵的那一波大家可以想一下，同级别的这些耳机，不管是哪个厂商的，基本上都在300块钱左右，这个是真的硬贵了200块钱。它的这个一大亮点就是磁吸，然后暂停，然后开始。我来试戴一下，戴上的这个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这种带线的耳机呢，有一个点就是出汗之后怎么说拉脖子吧，就是有点涩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这次发布会上说的这个车充这个车充之前我好像没太关注但是这是它的一个新版车充，质感上呢做的是非常的不错，外面呢也是一圈灯之前小米的那个车充呢也是带一个灯的，但是它只能插一个这个车充的好处就是它同样是跟手机附送那个充电器规格是一模一样的，也支持边玩边充。2019新年换新机，旧机也别扔，卖手机也可以货比3家，交给小白优品回收，价格公正，当天打款，没扯皮没账期，全网高价，符合描述，绝无故意折价。小白优品只为价值买单，赶紧扫码上车。今天的主角1+7 Pro。首先，外观的这个盒子上一直秉承了1加的这个传统，外边带一个封套，然后上面有一个1加的红色小 logo。趁少年多拍照这句话没问题，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我觉得，跟这个定位这么高端的一台机器相比来说，有一点点的太过年轻化了。因为这台机器定位确实还是非常高端的，在国产机里面来说，保护壳。它这里边呢有一个小小的设计，就是这个双层的有一个所谓的邀请信这个东西，它是可以从角上把它撕开的。虎哥的一段什么真情告白，虎哥的一段真情告白其实我已经偷偷的把手机都设置好了充电器方面这次这个充电器的造型呢，我觉得有一点大了，这个应该是我见过的手机充电器里面最大的一个。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个30瓦的充电器搞这么大一个体积，好像他大哥那 iQOO 的40瓦，或者说 OPPO 那个50瓦的也没有到这么大它是30瓦的5伏6安 Max 一个充电头。多说一句，它头上呢是这个 USB 接口，没有换成 Type C 的，红色的Type C 的数据线。1加这个品牌呢，在什么东西这个包装上确实能够感觉到下了很多心思，而且这些东西的质感，就摸在手里的时候，你会觉得
用心了。OK， 今天小白测评1加7 Pro 的第一个实测项，咱们先来看一下它30瓦的充电器实测功率是多少。现在我们这台星雾蓝色的1加7 Pro 的电量是43%，可以激活它的全瓦数的快充。咱们来实测一下。OK， 现在我们是熄屏一下，大概是24瓦左右的一个充电速度，这个是基本上符合30瓦的快充的。好，现在我们亮屏，解锁。几乎没有变化，也没有波动，同样是24瓦，这个速度是 OK 的。电池方面呢 ，Pro 版是4000毫安时的一个大电池，6.67寸。当然，因为它上了一个2K 屏，所以说在续航方面，这一次我们还是稍微有一些担心的，因为毕竟还有90赫兹的刷新率，这些各个方面嘛都是耗电大户。我们将会在后面第一时间更新1加7 Pro 的数据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大家持续关注一下就可以了。OK。第二个实测项，咱们来感受一下它所谓的这个全球最大的线性马达的震动，直接上我们的话筒即可以。在实际感受的震动效果上，1加7 Pro 的这个震动基本上和 Reno 这个是差不太多的，但是1加7调教的比较轻，我个人喜欢稍微重一点的，这样反馈比较明确。因为既然你加上了这个横向震动马达，就是让大家感受到这个震动，我觉得可以再稍微重一点。而 Reno 这个，我觉得差不多是正合适的一个水平吧。OK， 第3项1加7 Pro 的实测，咱们来看一下他们次季战场的安装速度。为什么要测试这个？就是虽然说是第2台哈，但是真正量产的就是全球第1台。这个加上 UFS 3.0 内存的手机，因为之前的那个 Fold 是吧难产了这次1加7和1加7 Pro 全部都是。咱们来实测一下。3、2、1，开始。记得点计次。好，OK 了我就点啊，你告诉我。OK， 计次。这也太快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呢。这也太快了吧，7.6秒。哎，计次，完成，19.3秒。哎，计次，好，完成。OK， 刚才我们实测了一下啊，这个1加7 Pro 或者说这 UFS 3.0，真的实在是太快了。它的计时呢是2.03个 G 的和平精英，安装速度是7.66秒。其实我还稍微反应慢了一下，因为我觉得不可能这么快安装完毕。就算它7秒吧。第2名是 P30 Pro 26.71秒，然后最后一个是 S10 Plus 32.74秒，这个差距真的是4到5倍的这个样子。在实际的使用之中呢，这个 UFS 3.0的提升真的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在发布会上啊，这次1加基本上没有介绍这个 UFS 3.0，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真的场景还是非常多的。你平时用手机来导文件的话，这个速度真的是质的区别。OK， 今天咱们1加7 Pro 实测的第4个项目就是90赫兹。目前90赫兹的只有3台机器 ，LG 那个是去年的机器了，还有今年的红魔。这台机器呢，我们已经出了深度测评，大家去我们频道里面可以翻看。它的屏幕虽然说是90赫兹，但是供应商来自国产的一个叫维信诺的厂商。这块90赫兹的屏幕呢，90赫兹是没啥问题，但是色准真的是差的实在太多了啊！但是1加7 Pro 的这个三星的定制屏，色准方面表现非常不错，所以说我们非常好奇，来对比一下90赫兹的体验。90赫兹这件事呢，其实在红魔的深度测评中我们已经聊过，就是你刚拿到一个90赫兹的手机，你平时这样使用啊，或者说刷微博的时候，没有对比的情况下，就确实感觉到流畅了一些，但是没有什么质的改变。但是如果你用了一段时间，一旦再回到这种普通的60赫兹的屏幕上面，你就能感觉到
掉帧了，因为你已经习惯了90赫兹的刷新率，这个就是恐怖之处，就是用上去就回不去了那种感觉。最后再来多说一下它的屏幕方面，先纠正一下我在现场上手的时候一个词用错了啊，就是它的曲面屏曲率是减小了，曲面是增大了。当时我在视频中说的是曲率太大了啊，这个是说反了，说句抱歉，因为它是一个双曲面的设计。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两侧有偏绿的情况，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里不是说一加有问题，而是所有的曲面屏都有这个问题。P30 Pro 同样有这个问题 ，S10 Plus 也有这个问题。你只要稍微一偏一下手机，你就能非常明显的看到你的曲面屏上有一大块绿条，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你正面，如果你是视频重度用户，就是拿它来看剧啊、看视频的话，这个上下的视觉表现上呢也是有差别的。这就是有很多人或者说很多测评人啊都不喜欢曲面屏的一个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曲面屏的手感真的是太棒了，划过边缘的时候，这种顺滑的感觉是非常棒的。另外，在现场的时候我也没办法给大家拍照。现在咱们来看一下1+7 Pro 这个3颗镜头啊，没有上潜望结构，但是也是3摄。MX586被1加调教的怎么样？OK， 这个手机呢，其他方面的东西我们在现场体验中已经全部都跟大家聊完了。下面咱们就进入本期视频的第2阶段，来聊聊 Galaxy A60这台机器。这台机器呢，开售当天呢，我们先购买了，但是啊，要吐槽一下，当时在购买的时候是根本没有货，然后我们在京东等了好长时间才到货。这台机器我们购买的是它的一个浅滩蓝色啊，但是它有一点点那种青色的感觉啊，但是这个渐变色做的还是挺漂亮啊。5伏2安，9伏1.6千安。比较意外的就是它竟然还附送了一条耳机，还是入耳式的，是三星的耳机。还有就是 Type-C 的数据线了。先说一下这个定价啊，这台 A60呢价格是1499块钱，6+64G，它的高配版呢没有8G 的版本啊，6+128，1999块钱。整个这台手机的质感呢，我觉得在这个价位段之中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因为之前呢咱们还上手过这个 Realme 这台机器啊，它也是挺好看的，都是那种放在这儿感觉不出来它是塑料机身，放在这儿非常像一个玻璃机身的手机，就看在这儿感觉档次还可以。6.3寸，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它是 LCD 的挖孔屏，所以说不可避免的啊 ，LCD 的挖孔屏就会有底部啊，就比如说发暗的这种情况有暗角，然后挖孔的周围呢有发暗的情况，甚至有一点点偏黄。我们这台机器就有这种情况，跟荣耀 V20是一样的，这个是行业级的问题，不可避免的啊。7.9毫米的一个尺寸，168克，拿在手里面非常轻薄、非常小巧的一台机器。后置呢，它还是一个3摄，这个3200万，然后还有超广角800万，然后还有一个虚化镜头500万。虽然说这个配置并不是特别的高吧，但是基本上已经在这个价位段中是第一的了。OK， 实际体验如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样张。处理器方面呢，它是骁龙675，realme 还没有发布的时候，三星的 A60 元气版基本上是同价位性价比最高的。但是现在有了 realme 这台机器，价格上差不太多，而且是710的处理器，所以说这样一看，这个性价比来说呢，可能 realme 就要更高一些，而且它还有机械结构，整机呢看起来也要稍微更大气一些。但是两个手机都拿在手里，都是塑料的贝壳，质感上呢，我个人觉得 A60 的这个质感要更好一些。OK， 这个就是A60 的一个大概情况，35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还有一点要说啊，稍微忘了，这是老张后面提醒我的，就是它竟然
上了一个线性马达。线性马达虽然都有啊，虽然不是横向线性马达，大家不要激动，但是 A60上的这个马达非常让我们意外，就是它的质感真的非常的好。我甚至怀疑它是不是不小心装了一个横向马达在里面。这期视频聊的有点多，这一加7 Pro 还有三星的这个 A60，这两台机器呢，首先在购买建议上啊，这个一加7这边啊，今年呢非常的明显，一加就是要拉升自己的品牌定位，因为一加7这个2999的这个售价要到6月5号再开卖，就是20天之后才开卖。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一加就是要推这个它的 Pro 版本了，因为很多家友肯定是等不了20天的嘛。但是呢，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这个星雾蓝色，在6+128G 这个起售版本里边是没有这个颜色的，是要到8+256它的锚定版本4499的时候才会有。我也个人建议直接上这个8+256的这个蓝色，这是最值得购买的一个版本。至于这个一加7呢，那就不用说了，肯定是2999的那个最值得购买，直接是有点要锤死雷军的那种感觉啊。当然呢，我要在这里为这个雷总多说一句话啊，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了啊，这个相对来说工艺啊、成本上啊、成熟度啊又降了一点点，这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的，我只是说，所以说可能要更便宜一些。还有就是一加这次也不准备推一加7，它更多的精力都在这个 Pro 上面，可能一加7的备货都比较少，这是我的推断。A60呢，它是一个入门版的机器，如果你要是不在乎特别强的所谓的这个性价比的话，我觉得这台机器的质感是非常不错的，在这个价位段之中，应该是我体验过的质感最好的一台机器。OK， 这期视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除了视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这两台机器的所有实测数据，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里边。而且一加7 Pro 的深度测评，我们已经正在路上了，会尽快为大家推出。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之意提问，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小白测评，我们的 B 站小白测评，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感谢。不可万人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